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糖醋排骨简单又好吃的做法，不需要炒糖色，也不需要油炸，色泽一样的非常的红亮，教你糖和醋的一个正确的比例，保证厨房小白也能做出好吃的糖醋排骨。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这是我今天花了20块钱买了1斤2两的肋排。我们在做糖醋排骨的时候，最好是选这种肋排，它的肉质比较鲜嫩。接下来我们把排骨剁成5厘米左右的小段，也可以让老板帮忙剁好。全部剁好之后，装入大一点的盆中，然后加入1大勺面粉。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可以吸附掉排骨上面的血水和杂质。像这样用手抓1分钟左右，抓拌1分钟后倒入清水，水的量要没过排骨，然后把排骨表面的面粉清洗干净，多给它清洗几遍，一直洗至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控干水分，捞出来，先装入盆中备用。再来准备1根大葱，斜刀切成小段，1小块去皮的生姜切成薄片。切好之后，先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加入2个八角，1小把花椒。接下来锅中倒入清水，然后把排骨冷水下锅，焯一下水，加入少许的姜葱和料酒去腥，然后开大火把水烧开。水开之后，把上面的浮沫捞出来不要，浮沫捞干净之后再煮3分钟左右，把排骨里的血水煮出来。煮好之后，再用漏勺控干水分，捞出来，先装入大碗中，然后倒入温水，再用温水把排骨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控干水分，捞出来备用。接下来锅烧热，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排骨倒进来，翻炒一下。饭店的做法都是用油炸的，我们在家里做，用少许的油把它炒一下就可以。排骨像这样炒过之后，可以使它的表皮变得紧缩，从而锁住排骨里面的水分，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才会外焦里嫩，而且还可以炒出排骨里面多余的油脂，这样吃起来才不会那么的油腻。最后炒至排骨表面变得微微花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炒出了非常多的油，这时候我们先把排骨盛出来备用。锅中的油把它倒出来，留着以后炒菜用。接下来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加入适量的冰糖70克左右。这时候转最小火，把冰糖炒至融化。这里最好是用冰糖，不要换其他的糖，这样做出来的糖醋排骨颜色才会更加的红亮。我们先用铲子把冰糖敲碎，一边炒一边用铲子敲，这样冰糖才能快速的融化。今天这个做法是不需要炒糖色的，只需要把冰糖炒至融化就可以。因为很多朋友都炒不好糖色，如果糖炒过了就会发苦，那样的话会直接毁掉一锅排骨，而且还会影响你这一天美好的心情。最后把冰糖炒至融化，像这种鲜黄色就可以。然后把排骨倒进来，翻炒均匀。这里一直要保持最小火翻炒，火不要太大，容易糊。翻炒均匀之后，再把葱姜、八角和花椒加进来，翻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，再加半勺生抽，
再加入1大勺香醋，40克左右。醋一般我们分2次加，出锅的时候再放1次，然后再次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之后，加入开水，水的量要多一点，没过排骨。然后加入1小勺盐，再加一点点老抽。切记老抽不要加得太多，不然颜色发黑。然后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煮5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一看，哇，好香啊！这时候的汤汁已经不是很多了。再用筷子把八角、葱姜夹出来不要，它们会影响美观。看一下，这时候的排骨颜色已经非常的好看了，看起来就已经非常有食欲了。这时候我们再开大火，把汤汁收得浓稠一点。汤汁收浓稠之后，再沿着锅边加入半勺醋，大概20克左右。大家要记住了，做糖醋排骨，糖要大于醋。我这里一共用了70克糖，60克的醋。翻炒均匀之后，再撒上炒熟的白芝麻，就可以关火啦。再次翻炒均匀之后，就可以装盘开吃了。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糖醋排骨，颜色红亮，酸甜适口，厨房小白保证也能1次成功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很多人早餐都喜欢吃鸡蛋饼，但是总是做不好。今天就教你简单快速又好吃的做法，2分钟就出锅，柔软劲道，好吃有嚼劲。筷子搅一搅就做好，全程手不沾面，几分钟就做好全家人的早餐。学会了，再也不用出去买早餐了。首先我们准备350克普通面粉，再加入150粒食用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盐和面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我这里是准备了2个人的量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的人数来增减面粉。搅匀之后，用常温的水来和面，面粉和水的比例1比1就可以，少量多次的慢慢加进来，最好分3到4次加进来，每次都要搅拌均匀之后再加下一次。搅拌的过程中，面糊会比较有阻力，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大疙瘩，这时候我们用筷子把面糊扒拉开，然后顺着一个方向继续搅拌，搅着搅着就会觉得很费力。这时候我们可以让面糊松弛2分钟再来搅拌，让这个面糊泄力，然后再继续搅拌。看一下我们的面糊明显变得更加的细腻，不容易搅开，然后继续松弛几分钟再来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种细腻光滑的面糊，像现在这样就可以啦。这时候再准备面粉1磅的清水，我这里用了350克的面粉，也就是再加入175克的水，这里要注意不要一次性全部都加进来，现在的面糊还是比较有筋性，水要少量多次的加进来，把面糊慢慢的稀释开，把水和面糊充分的搅拌均匀。这一步不要心急，慢慢的搅拌就可以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里面看不到多余的水，然后再把剩下的水再次加进来。聪明的你肯定会说，把水一次性都加进来，一起搅一搅就好了。其实那样做是不对的，如果那样做出来的面糊烙出来的饼既不松软又不劲道，按照我这个方法烙的饼，口感非常的劲道又松软，而且饼的表面非常的细腻光滑，不会坑坑洼洼的有小洞，面糊像这样就可以啦。
接下来我们来切点葱花，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，切成葱花。葱花的多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增加。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面糊的碗中，再加入1小勺盐，一点点13香，如果不喜欢也可以不加。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如果不喜欢葱花，也可以换成韭菜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打入2个正宗的鸡蛋，再加入1小勺盐，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开中火，把电饼铛预热，刷上食用油，然后倒入1勺我们调好的面糊，用勺子把它慢慢的推平。推平之后，盖上盖子，烙1分钟。烙至表面定型之后，我们再给它翻个面，烙另一面。再加上1勺调好的鸡蛋液，用刷子把鸡蛋液刷均匀。烙至鸡蛋液凝固之后，我们再给它翻一面。烙至鸡蛋液完全熟了，然后我们从一边把它卷起来，这样吃的时候更加的方便。烙这个饼要注意的是，饼不要烙得太厚，开中大火烙，减少饼的水分的流失。出锅之后，可以把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这样一款简单又快速的葱花鸡蛋饼就做好啦，它的口感柔软又劲道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炸丸子到底是用面粉还是用淀粉，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。今天就把我炸了30多年丸子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炸出来的丸子金黄酥脆，放凉了也不会回软，学会了人人都夸你是大厨。首先我们来熬一个花椒水，锅中加入1把花椒，再倒入1碗清水，烧开之后转小火煮2分钟左右。煮好之后，把花椒水倒入大碗中，然后加入1把葱姜，不烫手之后用手抓一抓，充分的抓出葱姜的汁水。等一下丸子里面就不用再放葱姜了，如果放葱姜容易炸糊，吃起来口感就会发苦。拌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下面准备一个绞肉机，加入2个大馒头，隔夜的馒头最好，这样更容易打碎。盖上盖子，把它搅成碎末。搅好之后，再准备2斤猪肉馅，然后再把打好的馒头末加入肉馅里面，再用手抓拌均匀，让这个馒头末和肉馅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这样炸出来的丸子口感非常的松软，并且外皮非常的酥脆。这也是炸丸子非常重要的一步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小技巧。抓拌均匀之后，倒入我们准备好的葱姜水，用滤网把葱姜水过滤出来，里面的渣渣就不要了。然后再用手继续抓拌均匀，把这个葱姜水搅拌到肉馅里面，这样我们吃不到葱姜，而且还能闻到葱姜的香味。炸丸子一定要最后调味，肉馅完全吸收葱姜水之后，再加入1大勺食用盐，切记盐不要加得太多。再加入1小勺13香，然后加入半勺胡椒粉，生抽和老抽切记不要放，不然炸出来的丸子容易发黑。再打入2个正宗的鸡蛋，切记鸡蛋也不要加的那么多，不然炸出来的丸子容易起沫。1斤猪肉馅加入1个鸡蛋就可以。继续用你的右手把它抓拌均匀，把鸡蛋充分的抓拌到肉馅里面。抓拌好之后，再加入1大勺玉米淀粉，再加入1大勺面粉，面粉和淀粉都有粘性，这样可以让这个肉馅爆成团，不容易散开。
前期加入了2个馒头，后期这个面粉和淀粉就不用加那么多了。如果加太多的话，会影响口感。然后继续用手抓拌均匀，最后再加入少许食用油，这样挤丸子的时候比较容易挤，并且炸出来的丸子表面比较光滑。然后充分把它抓拌均匀。抓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开始炸丸子，起锅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把油温烧至4成热，然后下入挤好的丸子。下的时候要贴着油面下，这样这个油不容易溅出来，伤到手。丸子下入锅中的时候不要乱动，开中火慢慢炸，把它炸至定型。定型之后先把它捞出来。这个时候丸子还没有炸熟，我们一会儿还要再炸一遍。这样做的目的可以让所有的丸子生熟一致。接下来用这个办法再炸一锅，丸子定型之后就可以捞出来了。然后最后一锅就不用捞出来了，再把之前炸好的丸子全部倒入锅中。这时候一定要开大火炸，把油温升高，一边炸一边用铲子来回的翻动，防止锅底的丸子糊锅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。看到所有的丸子变色，全部都飘上来了就可以了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金黄金黄的。这个炸好的丸子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如果想要口感更加的酥脆，我们可以再回一下锅，先把所有的丸子全部都捞出来。现在看起来就已经非常的有食欲了。然后再用漏勺把锅里的残渣捞出来不要，这样不会炸糊掉。把油温升至7成热，下入炸好的丸子，开大火复炸10秒钟左右。看到丸子变色的时候，立刻把它捞出来。复炸后的丸子吃起来就非常的酥脆了。炸好之后，把它装入盘中。一道金黄酥脆的丸子就做好啦，听一下这个声音，非常的酥脆。用这个方法炸出来的丸子吃起来外酥里嫩，学会了回家露一手，全家人都夸你是大厨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把白糖倒进滚烫的油锅里，出锅瞬间变美食，这个做法你试过吗？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做的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化学反应，并且糖不会化。首先准备1斤花生米倒入锅中，再倒入200克白糖，最后加入半碗清水，水的量刚刚没过花生米就可以，然后开中火慢慢煮，把锅里的水分煮干，把花生米煮熟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，一边煮一边用勺子来回的搅动，使这个花生米受热均匀。水快煮干的时候转小火，这时候锅里的糖浆已经变得粘稠了，可以看到有微微的拉丝的感觉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关火之后继续来回的翻炒，随着锅内的温度慢慢的降低，花生米的表面就会结出白色的糖霜。这样做出来的花生米就是糖霜花生米了。其实做到这一步也可以直接吃了，外面裹上一层糖霜，甜甜的，里面的花生米也煮熟了。只不过花生米是水煮的，口感有一点软，没有那么的酥脆。为了让它更加的好吃，我们再进行下一步操作，往花生米里倒入提前烧开的热油，油温大概4成热左右，然后开小火把花生米炸一下。这个过程大家不用担心热油把糖融化，因为白糖遇热只会凝固变色。
炸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白糖已经变色了，最后炸至白糖变成这样的焦糖色，并且全部都裹在花生米的表面，看起来晶莹剔透的，非常像糖葫芦的感觉。这个时候就炸得差不多啦，然后把火关掉，把所有的花生米控油捞出来，我们的焦糖花生米就做好啦。然后趁热撒上熟芝麻，然后快速的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喜欢吃麻辣味的也可以撒上麻辣鲜，撒上少许即可，这样花生米的味道会很独特。然后继续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这样做的花生米表面有一层焦糖，吃起来也不是很甜，它的口感焦香酥脆，吃上一个根本就停不下来。可以用它来当小零食，或者是下酒都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